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，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，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。您心中的中国军人是什么样子？今日热播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特别节目《追光》中，就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，聚焦如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、能打胜仗、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，从而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战略安排，加快机械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融合发展，全面锻造过硬基层，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。习近平在20大开幕会上宣读报告指出，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，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。报告还提出，坚持政治建军、改革强军、科技强军、人才强军、依法治军，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、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、军事人员现代化、武器装备现代化，提高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战略能力，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。10年筑梦强军，中国军人是什么样子？近期播出的《追光》第15集《迈向世界一流》中，他们给出了心目中的答案。听党话，跟党走，人民战士永远忠于党。若有战，召必回。宁肯高远埋忠骨，绝不丢失一寸土。Chinese peacekeepers have brought present peace, security, and the light of hope. 向世界一流迈进，这是他们的决心。我们牢记领袖嘱托，苦练打赢本领，锻造全域作战、立体攻防的一流陆军。我们每个基层官兵都有任务，都有指标，必须挑起自己该挑的担子。强有天下者，必强有海。从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海军，一路劈波斩浪，勇闯远海大洋，大踏步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迈进。这是中华民族穿越100年的夙愿，也是向海图强的远航。对手不想让我们形成的能力，我们要去形成；对手不想让我们完成的任务，我们要去完成。我们锻造全时全域、随时能战的空中铁拳，向着空天一体、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振翅奋飞。我们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，教育一声令下，使命必达。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向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。解放军指战员对2049年的人民军队又有怎样的憧憬？2049年，希望我手中的步枪能换成激光武器。2049年，希望我们航器所达之处都是一片和平之海。2049年，我希望我们年轻保障部队无人化、智能化的能力更加强大，铸就全时全域保打赢的坚强后盾。2049年，我希望我们执行任务时携带的是最先进的智能化反恐装备，能够更好地保卫人民美好生活，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。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。吴先生您好。20大报告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部分引起外界高度关注，那么您是如何去理解的呢？报告指出，人民军队体制一新、结构一新、格局一新、面貌一新，这高度概括了过去10年党领导下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。15年，习主席向全军发出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动员令。很快，第1大战役就从打破总部、大军区、大陆军体制入手，构建了军委管总、战区主战、军种主建的领导指挥体制，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，统筹加强各方向、各领域的军事斗争。如我们所见，军委、战区、部队的指挥体系和军委、军种、部队的管理体制同时开启，可谓体制一新，存在已久的体制性障碍得到了有效解决。如果说第1大战役是解决脖子以上的领导指挥体制的课题，那么紧接着的
第二大改革战役是针对军队脖子以下的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的问题。习主席亲自部署，以结构功能优化牵引规模调整，不光是精简员额，更在于高效利用资源。我军裁减员额30万，但裁的主要是非战斗、低技术岗位及装备过时的单位，但高技术兵种及新质作战力量却得到强化。过去的陆战型、国土防御型力量结构和兵力布势不见了，合成化、细细化并带有智能化特征的部队不断涌现，可谓结构一新、格局一新。再说第三大战役，即重在通经络的军事政策制度改革。像18年以后，一系列加强党组织建设、战区机关干部选调交流、科技创新激励等27项政策制度列入了清单。同时呢，推进军人待遇改革，构建完善军人荣誉制度体系等等，所体现军事职业特点的政策也密集出台，这都为提高战斗力、激发活力提供了制度保障，让国防和军队面貌一新。我更要指出的是，本轮军改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习主席所提倡的自我革命，全军从整体到个体都离开了舒适区。对中国军队而言，要战胜未知的敌人，先战胜不适应新环境要求的自己。好的，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。